这次的主人公是在上海居住的知名日本收纳达人池田惠美。她不仅善于整理房间，就连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做了整理。そんなに大して書いてるわけじゃない。惠美的万一的时候的笔记本。万一はいろいろある。这是惠美的万一笔记本，意思是万一意外发生时给家人看的笔记本。这里面记录了个人工作信息、银行信息、亲人的联系方式、保险公司的信息，甚至还有宠物狗狗的健康状况。翻译的联系方式。对。日语中文不懂的话可以。那我们的妈妈爸爸可能不太清楚啊，什么有可能有这种发现的问题的时候，准备了专业的那个翻译。对，希望我就如果海外吃饭的时候不要埋没，但是一定要活化起在日本，就我最火的希望的那个事情就写好了。遗嘱吗？惠美和中国丈夫还有2只狗狗一起生活，但是这对夫妇稍微有些不同寻常。你们老公是中国人吗？对对对。哦，那你们夫妻那个分开了吗？钱包？对 ，AA 制啊。哦。我不知道他的收入，他也不知道我的收入吧？啊？银行也分开的。对，很少见。不是刚刚结婚的时候，他的工资我管。但是比如说他那个信用卡多一点用，他说你先帮我付啊什么的，哇就不合适啊。今天节目组来到了惠美的家，作为日本最大的整理收纳培训机构的1级整理咨询师，她的家将首次在镜头前公开。你好，我是竹内亮。开了哦。你好，こんにちは。哇，全然大丈夫。来，でかいなお前。お邪魔します。哇，收纳达人的一个家，好整齐啊！120平米的空间，自从3年前搬来后，惠美和老公一起规划设计了这套2居室的布局和装饰。哇，すげえ，好壮观啊！你这个景色太好看了。有钱人吧？这是买的吗？租的吗？买的。多少钱？买的时候600多万。600多万，哇！那现在呢？涨价了吗？对，1000多万。哇，发财了！不要工作了。惠美说，学习收纳整理改变了她的人生。从前拖延症严重的她，开始收纳整理后，思路变得更清晰，时间管理能力也提高了。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就这样，他成为了一名收纳整理讲师。这个两条狗是敌人，乱嘛，他们弄乱会，对吧？他有一点会收拾。啊，他会收拾吗？玩具我说这个放进去。是吗？偶尔看。好，你成功的话可以广告了哦。明白吗？加油啊！摇一下啊！砰！不行啊！哎呀，不行啊！接不了广告。数年不够。接不了广告。惠美每天都会带着2只狗狗跑6公里。而且他们在他散步的感觉。
其实惠美从前并不喜欢跑步，但是为了狗狗，她从2018年开始每天坚持跑步。据说作为学习收纳整理的效果，她自己定下的规定都一定会去遵守。刚开始时1公里都跑不完的她，现在已经可以跑完1个全马了。好快，太快！これ大概7、8キロです。安全。他根本没有什么累啊，出汗什么的。但是他年龄他比我大。可以啊，这样不行。我没有看过这个，好细，分的好细啊！专门扔那个狗狗。对，我们也小区也很多狗狗嘛。那个一般的话，狗狗是干垃圾的。对啊。如果这样情况，但是他们不愿意。哦。没有扔的地方的话，他们不捡。哦。所以。所以只能扔掉那个狗狗的那个东西而已。哦，大东西。对，他的狗狗的。空间利用。这个也自己发明的吧？对，这个也可以。哦。完了以后呢，好像这个可以用空间。带狗狗跑完步，惠美一天的工作即将开始了。啊，不好意思。然后有一位学员有点怕狗啊，好的。然后大家坐沙发上坐一下没事，我来，我牵了啊，好的。然后就这里客厅，然后大家也是照片一部分看过，对吗？那就这个地方，就文件什么的放了啊。惠美说，收纳整理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做到一看就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就个人的东西，还有就是说明书啊等等，就这个文件就准备。然后就少少的东西呢，就这种抽地理性。学员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据说还有从乌鲁木齐赶来上课的学生。4点半特别辛苦了，然后听我的中文也非常辛苦。谢谢。午饭时间，我们来到了一家惠美经常光顾的小餐馆。我来上海以后1个星期，大学里面的食堂吃，然后菜还可以，但是那个米饭灰色的，有的时候有洗透，所以因为日本人来说也是米饭有就别的无所谓感觉，但是米饭就这样呢，我就真的受不了。然后我1个星期差不多那个5公斤左右瘦了，一边哭一边打电话日本微波炉，马上2分钟可以白米饭。我就想起来了这个东西，然后打电话日本，然后 EMS 送过来。15年前，经过大学老师推荐，惠美以研究员的形式来到了同济大学，参加污水处理项目。1年项目结束后，本应回国的她想要继续精进自己的中文，又在这时结识了现在的老公，就留了下来。变化太大。私が好きなのはちょっとここ入ったから。这个垃圾分类。分类，他们就有以前不是那么看。变化。机器垃圾。哦，第一次看。哦。垃圾。大区的东西是湿垃圾。但是尿不湿是干垃圾。对。但要是湿的尿不湿的。不是，就那个名字有点。那比如说面膜用完了还湿，但是洗垃圾那个干垃圾。对。所以湿垃圾是食材。对。除了食材之外都是干垃圾。不是，就那个土里面放了以后换那个肥料，就是这个东西。其他的是差不多干垃圾。对，然后那个干垃圾也是自己好好那个洗干净啊什么的，可能可回收。我很好奇你的厨房为什么那么干净？也会做炒菜啊什么的。做啊，
所以这个里面也脏的呀。看不出来吧？完全看不出来，就刚买的厨房。没有没有。在给学生上课时，惠美展示了她的厨房如此干净的秘诀。为了保持视野的清爽，她尽可能的不在厨房的台面上放东西。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可以拆的。收纳来说，这种那个锅比较方便。还有我的调料瓶啊，这个厉害啊！这个是矿泉水的瓶子啊，因为圆圆的话就占地方，对，所以就边边。然后如果做饭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拿出来，然后做好了，那就放进去了。对。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的整理食材，惠美每次购物完都会把食材一次性处理好，保存起来。食品的塑料包装盒和包装袋，她也会全部洗干净。你们洗好了、干净了，那就可以回收。但是就还脏脏的，那就干垃圾。家务不喜欢，不喜欢做家务，所以会做家务。不喜欢做家务，所以想把做家务的时间缩短。对，所以要学会有效率的做家务。对对，这个意思。できるだけしないように考える。だから一回全部野菜も切って置いとけば次は切らなくていいでしょ。吃饭了吗？吃过了。お邪魔してます。すみません。はい。没有，我们ずっと待ってるから。不好意思。惠美最初在她留学做兼职的公司认识了老公杨洋。据说当时惠美的中文还不太好，而杨洋也在学习日语。在互助学习的过程中，两人逐渐熟识，现在已经结婚15年了。但是我觉得后来错了。啊，错了。对，因为我从小有个梦想，就是我要找一个有钱人的太太。对，然后家里很有钱。后来结婚以后发现那个違うかな。他也想嫁给非常有钱的男人。对，然后在家随便。互相嫌弃。因为他觉得我是如果没有压力就不是特别会容易进步，所以他一直说这房子不行，这不要，我要换。所以我们换了很多套房子。换过几次啊？3次。3次？对。他一直都不满意是吧？不满意。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对动物。很重要。这么好的房子，他还不满意。还不能满意，所以就工作的动力啊，或者动力啊。旦那さんの可愛さがわかるよね。这对有点不寻常的夫妇在刚结婚时还定了一个有点不寻常的约定。当信想这个出轨。我结婚的时候约好了，对吧？约好了。对，3个月，不是有女朋友，我就先我不知道。可以有女朋友，但是不要让你知道。对，然后不要拿回来先币。啊。还有那个，我知道的话，给我飞机票，我就回去了。飞机票。所以我觉得是男性是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关系就一定说，没有就这样一句话说。一定没有啊！因为カメラ回ってるからね。一定没有啊！一定没有。你去放给他太太听一遍，他又像再一遍说。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这个风险太大了。そうか。因为我老公是老板嘛，如果出轨所有的我的人生的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对啊。对，我不敢出轨。我也不敢，我也不敢。你也是一样的嘛，对吧？来，兄弟。拜拜。本来这个时候就应该问最后一个问题了，然而由于导演已经变成了这种状态。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对。喜欢哪里？比日本就活泼，开心。还有我现在的理由是最大的理由是我要传达就总理说那的效果。以后的目标是什么？以后的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学员是已经超过了1000多，5年的话大概
就1万的学员。1万。对，不是整理收呢是一种的那个一种工具，大家都学了以后，就每个人就可能人生改变想法改变，或者自己的工作改变等等。好，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旦那にもよろしく。はい、またぜひ来てください。我怕喝多，真的是记不得了那天的晚上。拜拜。辛苦了，谢谢。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書いてありましたら早くサインして。好可惜啊！不可惜啊！不可惜，是吗？你们赚了。发大财了！发大财了！你们都是有钱人了。一下子你们不要工作了吧？我们还工作的嘛，本来就工作的。哇！你感受到了吗？这个热情受不了吗？他过来是这样的，看起来很好吃。真的很让他多来吃。你也第一次太过人了。和之梦有自己的网站啦，在浏览器中输入3w 点和之梦点 cn， 打开微信扫码登录，即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和之梦 VIP， 获取属于你的 VIP 服务。这一集的奖品是这个